巴拉巴拉巴拉梆梆，来呀来呀来呀呀，哦呀呀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说说非常多人敲碗的 TMI 主题，那些关于IU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哟。好，让我们现在来开始吧。IU 的本名是李智恩，但是他的 YouTube 频道和 IG 的用户名却是李智晶。我们先来说说这一组英文字母为什么是念成李智晶吧。这是因为用英文输入法打入韩文的李智晶的时候，对应的英文字母就是这一组英文字母。至于为什么明明叫李智恩的他，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李智晶呢？这是因为呢，李智恩的韩文念李智恩的恩在韩文里有很多同音字，其中一个就是银，所以他常常使用李智晶的理由就是他想成为比李智银更好的李智晶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出现的剧透新职员名为李智彤，他就是一人在分析三角李智晶、李智银和李智彤。好，再来就是相信不少人都会很羡慕 IU 的身材吧。然而其实 IU 在出道初期的时候，因为身材比较圆润，所以需要节食。他曾经公开过自己的魔鬼节食餐单而引起讨论，因为这张餐单包括了1个苹果、2个蒸地瓜和1杯蛋白饮料而已。更夸张的是，这并不是他一餐的食物哦，而是他在1天24小时里仅有的食物。但是后来 IU 也出来澄清了，这只是他以前非常极端的时候或在紧急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的餐单，现在都不会这样了，因为这个节食方案确实非常的伤身。好，再来就是 IU 在2017年的时候以歌曲《夜信》获得 Beyond Chart K-pop Award 的最佳作词奖，而这其实是韩国首次不是由职业作词家，而是歌手拿下最佳作词奖的记录。对于歌手来说， IU 的作词水平绝对是受到各界的认证的。 IU 所写的歌词不仅曾经多次获得国内顶级作词家、作家等的夸奖，而且 IU 也曾多次为其他歌手或自己的剧集 OST 写词，像是《我的大树》里的 Dear Moon、制作人里的心等等。好，那我们说说关于 IU 的童年。IU 在小时候曾经因为父母为亲戚作为担保人而欠下巨债，结果家道中落，一家人被迫分开生活。当时由 IU 的奶奶带着他和弟弟一起生活，而且他们只能住下一间房间，房间里还常常出现蟑螂。IU 曾经说过，当时他们也没什么能力买好食物，而当时的马铃薯是非常便宜的，所以 IU 的奶奶就常常买马铃薯给他和弟弟当一餐。然而熬过了辛苦的童年，现在也终于能过上一些好日子啦。根据韩国某档节目在2020年调查， IU 是韩国拥有最贵公寓的女人前3位哦。 IU 的家是位于首尔龙山区的住处，那里不仅有很多艺人当邻居，当中还包括一些国会议员、大企业领导人、大财主等等，当然也包括 IU 的好友刘仁娜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名人豪宅哦。该栋公寓在2019年的时候，成交价是介于27亿至34亿韩元之间，换算起来的话，大概就是1000万马币、6600万台币和1800万港币。而且根据楼层的位置，相对的价格也会有10亿韩元左右的差价。从居无定所的童年，再到今天拥有的一切， IU 完美示范了一次华丽转身。好，再来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其实 IU 自出道以来的所有个人专辑全部都不会在夏天发行的哟。
这是因为 IU 曾经说过自己的声音与夏天不相配，除了花书签是在他生日当天5月16日发行之外，其他的专辑都是巧妙地避开了夏天，也只能说这就是艺术家的坚持呀。IU 曾经为了在粉丝见面会上与粉丝的约定，而参加了该粉丝的高中毕业典礼。 어머나 그 약속을 지키려고 왔어. 친구들을 위해서 와줄 수 있겠냐고. IU 不仅在现场表演歌曲兼舞蹈，还给当天的毕业生们每人都送上了毕业礼物，包括了一束花、名牌香水，当然还有自己最爱的巧克力哟。重点是这么忙的他，居然还可以记得住与粉丝的约定哦。 IU 曾经透露，在录制歌曲《你和我》的时候，在录音室发生了闹鬼事件。当时录制中的 IU 和作曲家发生了意见分歧，于是 IU 便离开了录音室，然后工作人员就追出来劝说，而经纪人后来也跟了出来。结果后来看到经纪人回去录音室后 ，IU 和工作人员也跟了进去。 然而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却是，进去录音室后，却一个人也没有哦。亲眼看着经纪人进去录音室的 IU 也觉得非常奇怪，于是就问了和他一起出来的工作人员。然而，工作人员的回答竟然是：一直只有我们俩啊，经纪人没有跟出来呀。而韩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在录音室看到鬼就是大发的征兆，结果就真的应验了。 歌曲《你和我》发行后，果然创下多项纪录，包括29日连续1位的新纪录，主流音乐榜单最长久的第1位，美国 Billboard 连续6周在 K-pop 榜的第1位等等，甚至成为至今都广为人知的 IU 代表曲之一。 由于 IU 在16岁就出道的关系，大部分的记者对于年纪小小的 IU 都非常的亲切，不过偶尔还是会遇到性格比较不好的媒体。然而 IU 也并没有退缩，而是非常霸气的回击啦。曾经 IU 就分享过，当初有位记者向他问到：“你以后会想做什么样的音乐呢？”当时他就回答了自己的想法，对方却突然说道：“哈，你这样的话，大概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吧。” 哎呦，像你这样的小孩，我看多了，你这样不行的。而且呢，记者说话还带讽刺的态度呢。当然 ，IU 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于是回呛记者。 저는 기자님 같은 기자분을 처음 보는데 내가 없어지길 바라는 바람이시냐고. 그런 얘기 했어 인터뷰 중에. 不过对方接着表示自己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希望他能茁壮成长。IU 便回复说自己会如记者期望，好好的发展。 结果 IU 回呛记者的举动，让他事后被公司训了一顿。而后来也透过歌曲《好日子》爆红后，又再次和那位记者见面啦。 저녁에 바쁘다며? 막 약간 이런 또 약간 시니컬하게 물어보고. 네, 아 너무 바쁘다고. 진짜 바빠요. 막 이러다가 기자님 되게 저 보면 되게 뿌듯하시겠어요. 바람대로 잘 커줘서. 되게. 看来两人隔了几年还是火药味很重呀。 不过 IU 表示，其实这两人也不是真正的在吵架啦。 랑은 지금도 되게 친하게. 여자 기자예요, 남자분인데. IU 自2008年出道以来，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所属的经纪公司，也就是现在的 Kakao Entertainment。 IU 的所属公司在2015年的时候提出了9亿的分润作为续约的条件，而 IU 也在不收取续约金的前提下，向公司提出了2个续约条件。首先是要公司保证继续聘用 IU Team 的职员，而其次就是要替 IU Team 的所有员工加薪。而这霸气的续约条件在网上传开后，迎来了许多的回响。 纷纷都赞叹 IU 真是霸气老板、佛心老板，也只能说能够当 IU Team 的一份子实在是太幸福了。